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视角永恒359度，观点永恒，与别不同的新闻擅长探索和分享高质量的娱乐话题。如果您同样喜欢满满的正能量，喜欢寻找趣味开心，那么新闻频道一定是您最爱的去处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新闻频道，记得点击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提醒，不要错过更多精彩的内容。千万别忘了点个赞，分享给你身边的小伙伴们，一起来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吧。视角永恒359度，观点永恒，与别不同的 Zenman， 我认为微博业就是乱象业，就是搞笑业。为什么 Zenman 我会这么说呢？哈哈哈哈！我们翘首以盼的3月25日2022年微博之夜就要在上海闹翻天了。可是，大家猜谁不来捧场呀？对了，就是我们的大花赵丽颖，莫名其妙的要给这场盛宴泼了点冷水。哎呦，咋回事呢？是实力说话，还是眼不见为净呢？不过王炸弟弟的反应有些不同，进和退之间充满了遐想和博弈。官方最新放出的那一大波明星海报，居然没有赵丽颖的名字。哎呦，这不是给我们来个亚里士多德式的悬疑吗？那我们就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说，这位欲说还休的大花究竟是升为赵丽颖，福祸相依呢，还是大名鼎鼎却如雷无声？前几天媒体放话说赵丽颖不来微博之夜，红毯上见不到她的身影。粉丝们听后一片哗然，纷纷证实这一消息。而赵丽颖作为85后的炙手可热大花，居然错过了这个大放异彩的机会。难道是名利双收，成就已高？粉丝们给出的不出席理由简直就是戏剧性的。赵丽颖现在在云南拍电影，剧组要求严格的，就像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道德观一样，妆容和角色形象都得严密守护。难道这位大花就这么居安思危，砥砺前行了吗？一瞧赵丽颖2023年的行程，她今年要拍几部剧，重头戏就是进军电影圈。这位大花决心要自降咖位，不在乎番位，只为在电影圈能有所突破，真是英勇无畏啊！但是，亲爱的观众们，我们来问一问，这是真的吗？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都知道，这个赵丽颖自从和冯绍峰离婚复出之后，火力全开，好像是把重心都放在了事业上。这次她居然没参加微博之夜，引来了无数吃瓜群众的议论和猜测。有人说她是在挽尊，有人说她是为了奖项和排位不参加。喂，你们是怎么想的呢？另一边，哈哈，王一博的粉丝们一点也不懒惰了，紧张得很。这么一大瓜，你们怎么能错过？王一博的真爱为了和他共赴微博之夜，克服懒惰，奋力直追，结果却被告知以 0.09 遗憾止步第16名。这事儿啊，可真是让人纠结。谣言大本营微博的炒作和玄虚，是不是出神入化呢？大家都知道，某浪热搜榜关系着明星的圈粉还是塌房，有没有想过这些明星和某浪是不是有啥不可告人的秘密呢？不过啊，这娱乐圈就是这样，就跟古人常说的，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？也就是说，意境很美，背后很会。Zenman 我的说法，您赞同不？看看这赵丽颖给观众一个好角色，哪怕不参加选美，也是好事一桩。你们说是不是？瞧瞧这些明星们啊，都把心思放在微博之夜上，结果呢，这个平台还是水的，买的，哪里还有什么真实呢？对了，你们看看这王一博的后援会和微博平台对接后给粉丝们的攻势，这才是真相啊！这微博之夜真是比莎士比亚的戏剧还要戏剧化呢。Zenman 我觉得，要说起这次微博之夜的活动，真是宛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戏剧性冲突大爆发。王一博粉丝们的苦行僧之路，这可不是莎士比亚说的荆棘之路吗？话说回来，原本这活动定的20到22号，一波3折之后，王一博真爱们就像捡了个大便宜似的，趁着王一博确认参加之际，才在21号上午10点半正式加入战局。可这战局简直就是猫腻一出又一出。按道理说，活动到22号截止也就算了，谁知道微博一锤定音，将结束时间提前1整天，这下王一博的粉丝们可就真的成了《速度与激情》的主角了，飙了整整14个小时。视角永恒359度，观点永恒，与别不同的 Zenman 我认为，这14小时他们可是拼得不亦乐乎。话题总览量 11.4 亿，讨论次数 215.2万，原创人数 7.2万，这数据
简直就是金蝉捕鱼的高手，一捕一个准。可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好事？平台就像个挑剔的老妈子，非要发起人每日发博占比40%，每日上线不能超过100条，这不是摆明了欺负王一博粉丝的新手小白吗？要知道，王一博的粉丝在内娱圈可谓是出了名的佛系，这可不是说他们不关心王一博的流量发展，而是他们比起来搞数据，还不如拿真金白银砸在王一博身上，让他的商业价值节节攀升。这次微博之夜，粉丝们也是破例热血了一回，可惜好景不长，平台的背刺让他们又回到了现实。哎，这可真是事与愿违啊。那么问题来了 ，Zenone 我想问一下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这次活动到底是谁的错？平台这样临时修改规则，算是欺人太甚，或者难言之隐呢？反正 Zenone 我一直憋着笑。视角永恒359度，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 Zenone 我认为，这个娱乐圈一直就是个热闹非凡的地方啊。微博之夜玩投票和偷拍，那是一绝。现在每个艺人的粉丝都在为他们投票，争夺门票。就像这个王一博后援会，他们决定不参加了，说这种活动修改规则，缩短时间是在白嫖他们的数据，我听了都快笑疯了。这个决定真的很刚啊。不过 Zenone 我想说，他们不参加是对的，毕竟没有必要让平台利用他们的数据来让王一博上黑热搜吧。再说说这个微博之夜，门票竟然被炒到2-3万，这还是因为门票不公开销售，粉丝只能通过投票控评开撕来获取，而且控评需要讲究人数，这就导致了一些尴尬的情况。比如周深的某个粉丝因为想拿热转第一，结果竟然设置了自己可见买了水，结果被官方取消了获奖资格，最后还是肖战的粉丝拿下了这张票，这真的是太有趣了。话说回来，不少人或许都忽略了视角永恒359度，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 Zenone 我必须一提的是，这个微博之夜的海报啊，谁卡中间谁插 C 位，一目了然，真的让人笑翻了。而且这些话题也是不断冲上热搜，谁占谁位了，谁得奖了，谁又官宣了，这些话题真的够我们这些粉丝忙一阵子了。Zenone 我要提醒围观吃瓜不嫌事大的瓜友们，不管是参加微博之夜还是参加其他活动，一定要遵守规则，不要试图通过不正当手段来获取奖项，这样不仅违规，还会给其他粉丝带来不公平的竞争环境。同时，我们也要看到，这些活动的本质是让我们和我们喜欢的艺人更加接近，增加互动和了解，所以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去参与，并且在参与的过程中，一定要保持理智，不要被一些不实信息所迷惑。那么 Zenone 我要问大家，你们对微博之夜有什么看法和想法呢？有没有想到过 Zenone 我铁口无数的类似的奇怪事情？欢迎在评论区畅所欲言。诸位观众，视角永恒359度，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 Zenone 我认为，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次抢票风波，哎呦，那可真是热闹得很，就像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的，人是一种社会动物，大家都为了那几张门票跃跃欲试啊。官方一声令下，艺人们的粉丝票数公之于众，这下可好，粉丝们都争论不休，仿佛莎士比亚笔下的戏剧一般，让人目不暇接。刘宇宁、龚俊、谭维维这几位门票数哗哗的整整10张，哇塞，这可真是人气爆棚啊。王一博、肖战、易烊千玺等也不差5到8张票，也是稳稳的吃瓜群众，可惜呢，剩下的艺人们就可怜了，只有1-2张门票，这差距嘛，真是让人唏嘘不已。哎呦喂，张若昀的粉丝们可真是委屈，本来1张票都没捞着，后来发飙了，官方才舍得给2张。瞧瞧人家那些拿了10张8张的明星，这不是摆明了欺负人吗？可气的是，黄牛党居然也横空出世，一时间粉丝们纷纷掀起后援会把票卖了的抗议浪潮。不过呢，人多总是有好处的，比如张若昀的工作室，虽然一开始只有2张门票，但后来好歹澄清了，还给了官方摄影师1张。这可真是让人捧腹大笑，官方摄影师也要占粉丝票，还能拍到什么东西啊？李现的粉丝们也是一样，一番折腾之后，总算是让官方拿出了5张票。然而这5张票位置真的不怎么样，这让人不禁想起那句地位决定一切，粉丝们为自家明星辛辛苦苦打拼，最后却连几张门票都被拿去送人情。
这究竟是明星工作室不称职呢，还是主办方玩的把戏呢？Zenman， 我相信您肯定有自己的答案，没有的话，不妨参考 Zenman 我聊到的那些往事。总之，在这个视角永恒359度，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世界，微博之夜就是江湖秘闻集散地。这不，官方这次在门票发放上可谓是公平公正。细心的 Zenman 我发现，这回门票发放大概就是粉丝们好比在超市抢购厕纸，争夺1张2张门票，而艺人们就像是挑食的皇帝，手里有2张大餐券，看着自家粉丝可怜兮兮的求票。不过，这其中究竟是谁的一步流程出了岔子，还是个谜。接着，我们来看这次微博之夜的热搜之战，肖战和王一博这对宿敌终于同台亮相，他们之间的粉丝势力可谓是势均力敌，互不相让。主办方究竟会不会安排他们坐在一起，成为最大的悬念。这让我想起莎士比亚名言，哎呀，坐哪儿呢？这是个问题，您信吗？而且微博之夜怎么能少了采访环节？Zenman我在此给博子哥提个醒，千万别让主持人问出这种无聊至极的问题。对于角色有什么理解？这种问题实在是让人闹心。就好比你去参加一个宴会，别人问你喜欢吃什么菜，你说喜欢吃糖醋排骨，然后他们问你为什么喜欢吃糖醋排骨，亚里士多德可能也会说，这真是一个无聊的问题。当然了，这次微博之夜也有不少看点。黄景瑜和迪丽热巴传出绯闻后的首次亮相， TFBOYS 成员轮番出席，不同台，还有就是王一博和肖战再次同台。这些看点就好比是一盘色香味俱佳的大餐，让人垂涎三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大家对于这次的微博之夜最期待谁呢？欢迎大家一同探讨。此外，视角永恒359度，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 Zenman 我顺便聊聊一部让人热泪盈眶的电影《长空之王》，因为宣传简直铺天盖地，远胜去年的光景。你说说，这电影还没上映，就已经让制片人陈芷溪哭了个稀里哗啦，哭得像泪人儿一样。这不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连中国航空业内的大佬们都被感动到痛哭流涕，简直是泪如泉涌。这部片子到底有多牛逼呢？让我们先来聊聊这位大鹏同款的女神经陈芷溪。别看她长得不算漂亮，但绝对是一位行走的脑洞。她手握神秘手段，让徐峥、大鹏等一众演员成功变身导演。这妹子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人生逆袭指南。她用自己的眼光和才华，一下子让一票大片在我们的视野里熠熠生辉。有你好李焕英，送你一朵小红花，还有那些让你笑得满地打滚的泰囧、煎饼侠。那陈芷溪这么牛，为什么会被长空之王感动到哭呢？光靠真机拍摄、高燃特效也让他哭成泪人儿，不可能吧？而当你知道这部电影的故事背景，才会觉得哇塞，原来这部电影是讲述试飞员的辛酸历程啊！试飞员就是那些在刀尖上跳舞的疯狂分子，他们每天面对数百科目、数千次的飞行试验，简直是生死之间的大冒险。试想一下，70多年前，我们的抗美援朝战士们飞行装备只有米格15，那可是续航时间仅3小时，载弹量只有几百发的小战斗机啊！而如今，在科研人员和试飞员多年努力下，中国已经是能独立制造出歼20的航空大国。从一穷二白到世界前列，中国人怎能不为之动容？这正是《长空之王》这部电影所要传达的核心情感。有意思的是，王炸弟弟的影片热闹非凡，让人泣不成声。王炸姐姐的热闹同样不遑多让，趣味满满。话说那个啥，与凤行啊，还没播就火了，这可不就是赵丽颖的魅力吗？今年古装大剧如同雨后春笋般冒出来，有些网友脑洞可大了，瞧他们编造的故事，活脱脱一个创世神。这不，又有网友爆出了一部《媚世星辰》，说是赵丽颖白鹿双女主大戏，传闻层出不穷。你们说这谁来的消息啊？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网友想象力大赛冠军。再来个幻海之花，杨紫与谭松韵同台飙戏，这舞台可就够大了。然而这俩剧官宣都没影呢，跟我说说这俩剧是不是被网友编出来的？ Zenman 我觉得这都是网友的幻想大作啊。现如今网上爆料可谓是风头正劲，大家都想搞个大新闻。不过啊，爆黑料风险大，不小心就给自己招来麻烦。所以有人就想出了爆假影视信息的法宝，
反正是网传，谁也不用负责，还能蹭蹭流量，挺好的吗？现在的问题是，这2部大剧都有谭松韵，是不是有点太巧了？虽然这些信息都是娱乐性质的，但我们也要擦亮眼睛，别被假消息迷惑了。好了 ，Zen1 我给大家说这么多，你们觉得这些网传的信息靠谱吗？如果还有疑问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会继续为大家深扒可乐的部分。Zen1 我必须反复的再给大家提个醒，这世界上有太多的虚假信息，我们要用心去揭开他们的真面目。我说这些假消息到底是谁编的呢？是不是那些寂寞的网友呢？大家觉得呢？哈哈哈，好了，在这个繁华的世界上，视角永恒359度，观点永恒，与别不同的 Zen1 我不信谣言，只是好将心比心，以心换心。有这么一位导演大佬成儿，讲起来可是惊天地泣鬼神呢。喏，就是那个在凤凰网专访上研究演员王一博的成儿大哥。没错，话说他们那电影《无名》里头，王一博饰演谍报人员，整个身份扑朔迷离，让人猜不透，最后一刻才揭晓。这个剧情简直是脑洞大开。亚里士多德都得感叹一句，知识就是力量。成儿大佬对王一博的印象可谓是直击灵魂，就好像莎士比亚说过的一朵玫瑰，无论叫什么名字，都会散发出香气。2点令人印象深刻，第一就是外在形象，王一博就是那无名里的人物原型，就像天造地设一般。第2点，咱们王一博可是个礼貌、得体又沉默的小伙子，而成儿大哥正是一位能够理解这种沉默的人。这沉默啊，可不是一般的沉默，他可是具备谦虚、忍耐、思考和聆听这些珍贵品性的沉默哦。看看现在的年轻人，哪个不是口若悬河，追求言辞上的表现力，而忽视了行动的价值呢？偏偏王一博这位沉默的小伙子，却能用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，让人家真正看到他的实力和能力，简直是行动派的典范。所以啊，Zen1我在此提醒大家，别小瞧了沉默和行动之间的平衡，这可是成长的秘诀哦。适当的沉默可以让人更好的思考行动方向，而行动则让人更好的实践和验证想法。当然，有些人可能喜欢用口才展现魅力，但沉默的人也未必不优秀。王一博的角色理解就体现在电影里，来自观众的反馈以及行业内的认可，人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，把这些优势发挥出来，才能真正看到彼此的价值和潜力。Zen1我在此想问问观众朋友们，你们是不是也觉得沉默是金呢？或者说，这个世界是不是应该多点行动，少点嘴炮呢？那么，我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多行动，少言论呢？当然了，看过《无名》的您，感觉王一博这个沉默的小伙子到底在《无名》中演绎出怎样的精彩呢？ Zen1我希望你们开心之余分享心得，记得在下方留言评论回答问题，让我们一起讨论互动，谢谢。亲爱的，一天没见，好想你。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。